清晨起来把活干，每天挣个几百块。东家的大别墅修好了，来把周围的地面整拼一下。我一上来就看这个电线杆子不顺眼，给它推倒，哐哐一顿乱砸。砸烂了之后，我也感觉蛮可惜的。这个电线杆子如果谁要的话，至少还可以卖个几百块。可惜啊，这是在大山里面，如果装出去的话都不够运费。干活思路千里清，从里而外把活干。今天这个活也是个光棍娶寡妇。两全其美的是，修大别墅的这个东家，多余的土全部往山坡下面摔，但是这个土也不浪费，甚至说这个土是相当的合适，因为在这山坡正下方，有另一个东家修了一条路上来，正愁没地方可以取土，把他的一条路给填平。正好他这里需要整平，地面有大量的土多余的，我都怀疑他们俩是不是商量好了，叫我来干活的，实在是太巧了。另外再多说一句，下面这条路也是我的挖机来给他修的。今天这个地面并不好整平啊，他虽然房子修好了，但是这里还有很多的建筑材料，比如说沙子、红砖没有清理掉。我在干活的时候，那就比较耽误时间了。首先，我把这堆石子旁边的位置降到所需的深度，再来把石子刮到旁边已经挖好的位置，然后再来把这个地面，包括刚刚放石子的位置，这些挖出来的土全部甩到山坡下面。刚刚把这些石子搞到一堆，现在挖机屁股后面的砖又挡路了。同样，用挖机把这些砖全部挖到石子垃圾堆。挖机挖不到的砖呢，就用东家人工捡一下它。这些没用完的材料实在是太多太杂了。这些沙子也要搞一下，哎，这些东西太多了，既耽误时间又浪费材料。用挖掘机来以这些材料，会造成很大一部分浪费，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东家房子旁边那里还有一点没有挖完的，暂时就不挖了，因为目前还不能确定挖到什么程度，挖深挖浅的都不好。我要从他家门口这个位置一路挖过来，这样有一个参照物，才好确定高度。这个东郊的大别墅和他老房子，都需要挖下去40-50公分的深度。我采取的方式是1分为2，从他新老房子中间的位置，分别把两边多余的土往两边甩。这样甩土呢，基本上可以一步到位，可以省下不少时间。另一个原因就是东家新房子门口填了很厚的一层沙子，如果把这个地面降下去，填的这些沙子也全部扔掉了，我呢觉得有点可惜。所以等我把老房子这边降下去之后，再把这些沙子全部挖到老房子的门口填平。这个东家也说了，他就准备暂时先把新房子门口打上混凝土，老房子门口填一点沙子算了。如果全部打混凝土的话，这个费用可不少啊。这个东家不太相信我的技术啊，或许是他不太相信我这个挖机。在靠着墙这个位置一边挖，东家就一边招手，甚至还跑到我旁边来跟我说，靠近墙的位置还可以留个几十公分宽，没有挖到没关系的。老弟他说不要你挖了，太危险了，你把他的那个房子搞坏了。好吧好吧，等他自己用人工去挖吧。他也害怕碰到新房子墙壁，我也害怕碰到他新房子的墙壁，这要是碰一下修的不好修。其实他这样更好，我也安全了啊。东家新房子门口这个土全部甩到下面去，供下面修路使用。东家的想法是打好混凝土之后，比他家门口还要低下去15公分。那么我现在至少得给他降下去35公分，要把20公分厚的混土位置预留出来。这些多余的土我一次性甩不过去，我就一步一步来，把这些土全部甩到山坡下面。清晨的太阳出来了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。我在这里得解释一下，昨天我开挖机来的时候，
都已经是下午了，没干多久就天黑了，所以他这点活才没有干完，并不是说干他这点活我一天都干不完。甩了这么多土下去，我估计山坡下面那条路所需的土应该差不多了。该挖的挖，该压的压，整平的地面用挖斗刮。把所有的土全部甩下去之后，我注意这里还有一条路，是通往下面的一条小路。我在甩土的时候把这条路给堆没了。现在我把上面的松土挖一挖，重新把这条路给整出来。形状整好之后，还要用挖斗帮这些松土压紧。行了，有一条1米多宽的路绝对够用了。它原来这个路还没有这么宽，我把这个边上也稍微拍一拍。这些已经整平了，地面上面还有一层松土，用挖斗给它刮下去。最后进入挖机压土环节。它这块地全部都是净土，所以挖机压完之后，不会有一边高一边低的情况。只要挖机能够给它整个平，现在就能给它压得平。新房子门口这个坡我也给它填一点土，用挖机拍紧一下，这样齐整一点更好看。东家的老房子、新房子门口全部用挖机给它刮平。回头再看一下，新房子门口和老房子门口有什么区别吗？隔着屏幕肉眼都能看得清楚，在高度上有一点区别。老房子这边比新房子至少矮了10公分。这个东家要求是想以后下雨，水全部往老房子这边流，不能往前面流，所以我把老房子这边做得比较矮一点。如果说他把新房的门口再打上20公分厚的混凝土之后，那就更高了。我看这个东家担心的样子，生怕我挖机把他房子给碰到，所以我在压的时候太靠近房子的位置，我就不压了。反正这也是净土，压不压的话也没什么问题。这个活全部干完了，压的履带印子比较乱，所以看起来不那么好看，但是效果绝对平整。